好的，我们这儿来给大家做一个总体性的讲解吧。我总体的感受就是还是有较为明显的进步哈。对，数字芯片比嘛，对，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但是不算是特别巨大。我觉得，不算是那种特别特别巨大的那种进步嘛。对，比起挖抗来说，是否追平了？如果你要问我是否追平了挖抗的 Pro Pen 2或者 Pro Pen 3，没有追平，放心吧，没有追平，更没有什么 16K 压感。挖抗这么些年，从80年开始卖数位板，做了这么些年，一直在细心的在团队在打磨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旗舰笔哈，没有那么容易就被你就追平了。更何况这个还涉及到这个里面这个可变电容模块的这个工艺上面的差距。这个就是那个变电容里面小小的变电容，这里面有个变电容模块，这个还涉及到制造工艺方面的，没有那么容易就被你就追平了哈。这个脖子保卫战卡脖子，我国的这个除了光刻机啊芯片被卡脖子，这个高端的这种可变电容哈，可变电容这一块它也是属于被卡脖子的那种，没有那么容易就被追平了。16K 压感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了。如果你要以挖抗的8192为标准的话，没有什么 16K 压感，它比以前相对更接近挖抗的8192了，哪来的什么 16K 压感嘛？这个有没有 16K 压感，跟它有没有什么数字芯片比没有什么关系哈。我们看这儿，这个电磁式触控是控制板在计算位置和压力哈，它是控制板在计算位置和压力，不是笔里面这个芯片哈。笔里面的这个芯片它不负责计算什么，它跟那个主动式电容笔是不一样的。这里就是一张模组的这个控制板部分哈，这个 IC 就是挖抗的 IC 哈，就是挖抗的那个控制板 IC， 主要是控制板在计算位置和压力哈，压力是由控制板计算的，不是这个笔里面的这个芯片在计算压力哈，大家要知道。然后这一支就是微软的 AMPP 协议的微软的 Surface Pen， 这是我的那个一个字幕组的群友送我的主动式电容笔，它确实是笔在计算这个分析这个压力哈，主动式电容笔确实是笔决定了它的压感有多少。当然我个人也不觉得华为那个笔有什么 16K 压感哈，他们能有个4096级8192级就不错了，能有什么 16K 压感了？我的这个就是 Wacom 的那个 Digitizer 哈，这个就是 Wacom 的，它的这个主要是这一块控制板 controller board 控制板计算位置和压力哈，不是笔里面的这个，笔里面只是LC 震荡电路负责往回震荡传回一段数据的负责这其中的一段回传的这个信号而已。它塞了芯片肯定是比不塞芯片好一些的，是要好一些。在其他变量一样的情况下，你要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其他一样的情况下哈，其他变量一样。在所有的其他变量都一样的情况下，确实是塞了芯片要好一些。但是你觉得真的其他的这个控制板，包括这个可变电容模块，这里的这个可变电容，这个只是变电容其中的一个零件哈，实际上里面是一个模块。你觉得这两样一样吗？而且别人挖抗的这个芯片，包括笔里面的芯片，别人全部都是自研的哈，别人什么都是自研的哈。我们频道还是很支持慧网的，但是这个差距它始终还是在的哈，没有那么快就被你就弯道超车，哪有那么快弯道超车？什么时候国产品牌能够真的实现 16K 压感？挖抗在全球范围内全线降价的时候，他家的 Pro 线 Cintiq Pro 不带 Pro 的 Cintiq，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影拓那些哈，它全线降价的时候哈，那自然它就有挖抗那个国产品牌，汉王家什么高端线、低端线、慧王家，它就有 16K 压感了哈，没降价就是没有哈。我们就来看挖抗什么时候降价，降价了就有哈。具体的进步就体现在这个大笔刷里面终于有尖了哈，就是那个这么用力一画，它终于有尖了。我们要注意是默认硬度，它终于有尖了，说明这个初始激活力比起之前降低了一点，勉强能做到大笔刷写小字画细线了，也是默认硬度。我们要注意，我们不以最硬作为测试结果哈，不以最硬作为测试结果。毕竟别人挖抗调到最软哈，别人调到最软，别人也能做到。你把这个驱动里面
你给这个调到最硬，这种最硬的状态，你来说我这个能做到大笔刷、写小字、画细线，我那个尖很尖，这个是不行的哈。然后这个斜线抖动这一块，惠王一直都是很不错的，惠王家的这个斜线抖动控制一直都是，很完美的哈，一直都是很好的那种。对他家的这个斜线抖动这一块，在各个软件里面，这个可能跟电磁笔的一些优势有关系吧。还有就是驱动团队上新嘛，它这个斜线抖动，惠王斜线抖动一直都是很好的，这一次就是正常发挥哈。我觉得它这个斜线抖动，惠王一直表现都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个倾斜感应这一次哈，这个进步那就叫相当明显哦。哈，这个倾斜感应这个是进步非常明显。然后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倾斜感应的准确度，无论是哪个国产品牌，它跟硬件都没有什么特别大关系，它就是这个算法团队，就是打驱动写驱动的这个软件算法团队，它这个算法能力强不强，能不能够准确的通过算法把它这个点给它找出来，应该在什么点，我这个贴着这个屏幕面的时候，这个光标应该在什么位置，我抬起来的时候这个光标又该在什么位置，我左手换右手这么导的时候它应该什么位置，这个跟硬件没有什么关系，跟天线板的排列方式也没有什么关系，天线板的排列方式早就已经过期了哈，主要就是看那个算法团队它的这个算法能力怎么样哈，有没有进步哈。对，跟这个硬件没有什么关系。天线板的排列方式确实是有专利了，就这个天线板的排列方式它确实有专利，但是专利老早就过期了。各家的这个算法哈，各家的这个倾斜感应算法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这个天线板的排列方式来，你总不可能说挖抗的这个天线板的排列方式过期了，你2012年之后你就把自己之前所有的积累下来的这些算法那些工作量全部都扔了，然后就去跟他一样的这种做跟他一样的这个天线板的排列方式，然后从头来写算法嘛。毕竟你的这个天线板的排列方式跟这个控制板是深度绑定在一起的，你不可能说之前的就直接就排列方式就不要了，然后整个推倒重来，重新按照挖抗的这个天线板来排这个天线，然后这个控制板你也重新做吗？你觉得哪个国产品牌会动不动来大改这个控制板？他们愿意吗？你觉得他们愿不愿意？有些话我不太方便说的太明哈。这个光标倾斜感应的准确度进步非常的明显哈，整体的性价比极高哈。性价比，你这个要说性价比的话，惠王是谁都不怕的，包括汉王打性价比这一块是完全打不过惠王的。虽然汉王家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总的来说性价比这一块惠王绝对是能称王称霸的那种哈。以前如果你是 Pro 级用户、专业用户，其实我有时候我都会考虑一下要不要给你推荐国产品牌，尤其是在这个 X3 Pro 比跟这个惠王的新的这个 PW600、PW600 跟 PW600S 之后，我觉得 Pro 用户都可以选国产品牌了哈。我们这个频道之前在跟那种一日三餐都来自于专业用户那种，我给一日三餐都全部来自于数位屏数位板的，我都要犹豫一下到底要不要给他们推荐国产。咱们不能光是只顾爱国，完全不管这个工作效率这种，尤其是在这个 X3 Pro 之后，X3 Pro 比跟这个惠王比之后，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Pro 级用户哈，就是那种一日三餐都来自于数位屏数位板的，你其实都可以选择国产。当然咱们不能昧着良心说这个超越了挖抗哈，没有超越挖抗，挖抗还是最屌的那个。但是打1661跟 DTK2260没有什么问题哈，我觉得打那个22寸1080P 分辨率非全贴合的那个 DTK 2260，打这两样那个不带 Pro 的那个屏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你打不赢那个带 Pro 的那个新帝哈 ，Cintiq Pro 就是167、227、172、271，就是带 Pro 的那个确实打不赢。国产屏现在的这个汉王家的这个 Artist Pro 16跟14，汉王家的 Canvas Pro 19，薄纱哈，基本上都是薄纱挖抗的非 Pro 线数位屏，只是说还有就是我这边综合感觉在压感这一块，可能 Artist Pro 16可能略好一点点吧。对，汉王它的那个量程要高一些，就汉王总的那个量程好像是要高一些，对。但是比惠王这个量程这一块要好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光标准确度
明显是惠王更胜一筹哈。光标准确度，汉王的高端线跟惠王比，光标准确度绝对是汉王好一些，惠王绝对是惠王好一些。然后量程这一块儿，他们的初始激活力其实差不太多，初始激活力我觉得差不多。量程的话，好像这个 Artist Pro 16根据我的使用体验，好像略微好一点点。但是他们两家均不能在比性能这一块均不能胜过挖抗哈，不能胜过挖抗，只是说他们现在比起之前确实跟挖抗的那个 Propen 2差距要小很多很多了哈，要小很多了，但是肯定没有什么就在比的性能这一块就绝对搏杀了挖抗，那是不可能的。挖抗这么多年的这个积淀哈，别人的那个技术积累，没有那么容易被你就打败了哈。然后我这边我希望本频道的粉丝和网友们知道的就是，电磁笔技术在2012年之后就绝大部分过期了哈，除了这个笔尾的橡皮擦哈，这一次这个笔尾橡皮擦在2023年才过期，所以惠王他们用上了这个笔尾橡皮擦哈。在2023年之后，所有的这个模组，所有的专利全部都到期了，除了折叠屏哈。这个是我希望我们频道的这个粉丝跟网友都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惠王、汉王以及别的数位板品牌，比如说 Bosto、墨鱼哈，他们都能够提供这种 FPC 型的模组哈。这个是惠王家的这个 FPC 型的这个模组，这个是汉王家的 FPC 型模组，大家从这里都能看出来，这里有控制板芯片哈。惠王的这个只出现了 FPC 部分。汉王的这个对，然后这个是有机的哈，这个是有机的那个模组哈，不止惠王跟汉王，还有小的品牌他们也能提供，比如说 Bosto 啊、墨鱼这种。为什么呢 ？Bosto 跟墨鱼他们都已经在做这个 Bosto 跟墨鱼都已经在做数位屏一体机了，他都在做数位屏一体机了，他肯定能够提供 FPC 型的模组呀，对不对？他都已经在那个在做一体机了，那个22寸跟16寸的一体机了，他都在做一体机了，数位屏一体机 Pen Computer， 它肯定能提供 FPC 型的模组呀，不止挖抗他们能提供哈。我希望我们频道的粉丝都知道这一点，惠王家能提供，汉王家能提供，有机能够提供，还有别的那些小品牌也能提供哈。大家都知道 Wacom 之前为 Cintiq Pro 24和32打造了一款人体工程学支架，这款支架非常多功能，也非常耐用，但是可惜这款支架的孔位不是标准 VISA 孔位，于是博主为这款支架开发了一款无敌转接板。有了这款转接板，2421的原装人体工程学支架直接变身为标准 VISA 孔位，用别家的数位屏的你也可以用上 Wacom 这款相当不错的支架，毕竟可以悬挂在桌沿边上，还可以正负90度旋转，稳定性也不错。如果只是 Wacom 这款能用，那就太可惜了。假设你本身就购买了 Cintiq Pro 24或者32的支架，那就私信博主咨询一下价格呗，整一张回去，把闲置的支架利用起来，以后换别的任何屏都能用上。